大家好，我是將軍最愛的 AI 主播李東基。在影片正式開始前，我為大家播報一段 freestyle， 純屬諷刺搞笑，非真實新聞，僅供娛樂思密達。將軍昨天晚上睡覺前打開他的蘋果手機，查了查他自己在海外的外匯賬戶，發現只剩下2億美金了。將軍非常不高興。將軍說，最近馬巴赫又出新款了，他想買幾年來看看。但是，一看自己賬上外匯不多，將軍也是抑制住了自己的衝動消費思密達。睡不着的將軍連夜看到外匯處理軍拉薩路黑客軍團作戰室視察。將軍看到是黑客士兵們正在連夜執行全球搜刮比特幣計劃思密達。在現場，將軍很不滿意，他問負責人為什麼這麼久了一個比特幣都沒有拿到。負責人回答，之前我們搜刮了大量比特幣，國際上報道了以後，現在大家都有方法不會拿的思密達。將軍一詢問身邊的人，還有沒有其他方法能拿外匯？再這樣下去賺不到外匯，我拿什麼還車？我能不能像中國那樣開一個免費詐騙員？上次去中國的時候，聽說那個很賺錢，思密達。將軍身邊的人說，那個之前我們也想過，但是實際不行。那些中國人是在外面騙中國人呢，我們朝鮮人都不能出國，而且一個個都是被炸得乾乾的，根本就沒有油可以炸了思密達。將軍話說，最近還有南邊的傀儡國的無人機跑到我平壤來發傳單，被我們打下來了，傳單上面還畫着我穿的衣服，戴的錶子，多少錢，真的是太過分了。一旁的官員也紛紛地說道，確實很過分，將軍這麼為民操勞，讓整個朝鮮2000多萬人都能不餓死，戴個手錶穿個皮大衣怎麼了？這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傀儡國成天拿這個搞事情，我們將軍都多久沒有換車了？南邊傀儡國的總統不也是坐好車嗎？最後將軍心情有點失落，將軍說他有點修煉匍匐了。他說當初匍匐在的時候，這些外匯都是他在管，他也不用這麼擔心外匯不夠用。他說他多麼希望當初被勸解的那個不是匍匐，而是別人。大勢不是人非，匍匐是回不來了，大勢外匯要繼續賺思密達。窮軍開大會討論，最後決定現在賺外匯只能靠派兵去俄烏戰場賺錢了思密達。將軍兩軍隊趕緊把破壞士兵條號給普丁送去。在大會上，大家一致表態，保證一定堅決完成任務，讓將軍在月底之前換上新車思密達。此前，北韓官方報道了一起從南邊飛到平壤散發傳單的無人機被擊落的事件。北韓的思密達主播嘰里呱啦講了一大堆噴南邊的口水話，卻始終沒有講到重點，而這也可能是北韓民眾最好奇的，那就是投放的傳單上到底有什麼。其實從北韓方面公布的打滿了馬賽克的圖片可以還原出傳單上的內容。傳單上方寫着只想中飽私囊的金正恩，並加上金正恩出境時經常佩戴的疑似瑞士名錶的照片，以及他的女兒金主愛身穿法國精品迪奧大衣的照片。傳單標明金正恩的手錶價值約1萬美元，金主愛的迪奧大衣約為1700多美元。傳單還比較了韓國與朝鮮民眾的年收入，怕北韓民眾看不懂，還貼心地換算成能購買的大米與玉米的數量。傳單最下方寫着北韓經濟狀況宛如地獄。2024年10月15日，朝鮮方面炸毀了連接朝韓的京義線和東海線部分路段，目的是回應南邊無人機入侵朝鮮派發傳單的舉動。作為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的金宇正在10月14日指責韓國軍方主導了無人機滲透平壤的事件，並警告稱這是不可饒恕的戰爭挑釁。發言稱，我們清楚知道，平壤無人機事件的罪魁禍首是韓國軍方的敗類。如果一個核武國家的主權被美國人訓練的雜種狗侵犯，那麼飼養這些雜種狗的主人就應該承擔責任。之所以幾張傳單就能讓將軍發如此大的火，氣到把自己家的路都炸了，是因為這些從天而降的外界信息对於金家政權來說是非常要命的。作為完全靠封閉信息來愚弄人民的金家政權，是最不想讓民眾接觸到外界信息的，
特別是那些向人們展示韓國的經濟發展多麼優越，生活水平遠勝於朝鮮的真相。如果讓北韓那些天天高呼將軍萬歲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普通民眾都知道了，原來将軍偷偷花美元買這些個奢侈品，心裡會怎麼想呢？其實用美元对於北韓民眾來說並不稀奇，因为不僅是金正恩，北韓民眾也非常喜歡美元，特別是在北韓實行貨幣改革後，朝幣在本國人心中的信用度幾乎崩塌了。說來諷刺，在北韓這種整天叫囂反美和抵制西方的國家，最受歡迎的錢竟然是美元，在平壤稍微高檔一點的地方都要用美元結算。小到將軍買名錶，公主買迪奧大衣，大到進口設備造核武器，美元外匯幾乎是北韓上下都在用的貨幣。近年來還經常有新聞爆出，北韓的黑客軍團到處盜竊巨額的虛擬貨幣換成外匯。那麼有人會好奇，這些錢都用在哪裡了？其實大部分都流向了金氏政權，用於核武器和導彈開發。根據國際核裁軍運動的報告，2021年朝鮮在核武器開發上的支出高達 6.42 億美元，約8200億韓元，平均每分鐘花費1220億美元。此外，朝鮮的軍費開支占其 GDP 的 26.4%， 約110億美元。這意味着朝鮮居民被剝削的勞動成果被用於軍事用途。將軍可以說是花美元如流水，那麼這麼龐大的外匯是如何來的呢？下面就快訂閱 Zero 檔案 ，Zero 君將為你揭秘將軍賺外匯的那些事。其實，金將軍之所以要大費周章的滿世界的撈外匯，並不單單只是為了自己享受，因為在北韓可以開奔馳豪車的不僅僅只有將軍，還有北韓的高層官員們。從北韓流出的畫面中，也有高官們從清一色的奔馳豪華轎車裡走出來的鏡頭，場面氣派。有人可能就會好奇，那麼這些高官們的奔馳車都是哪裡來的呢？其實這些車都是將軍在批判性使用後不滿意，然後當作禮物送給他的心腹大臣們的。而這其實就是北韓政治中重要的部分——禮物政治。說的通俗一點，也就是黑幫的邏輯，跟着大哥要有肉吃。北韓禮物政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中期，那是二將軍金正日剛被確認為繼承人的時候。當時其實許多人難以接受金日成把北韓變成世襲制王朝，相當多的軍方與高層官員都對金正日不屑一顧，認為他毫無軍事經驗，只是靠老爹。在這種情況下，金正日決定要建立自己的第二代太陽繼任體系，而當務之急是用金錢和奢侈品拉攏身邊的官員。禮物政治其實在大將軍時期就已經有雛形了。大將軍在全國巡視時會贈送名牌手錶給勞動模範以示獎勵，二將軍繼承了大將軍的這一做法，並發揚光大。二將軍送的禮物就不只是名錶了，還包括豪車、鍍金步槍、房產等。每次送禮物都要在鏡頭面前擺拍一番，從高官到平民都能受到將軍的恩賜。據脫北到韓國的前北韓官員姜明道透露，90年代中期，他曾在最高領導人直屬機構工作。禮物政治旨在抓住幹部的心，讓他們因被認可而感激涕零，激發忠誠，甚至願意為領導人獻身。而對心懷二心者，將軍則以雷霆手段懲處，哪怕是至今。金正日就是通過這種胡蘿蔔加大棒的統治方式，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基礎。姜氏所在的機構設有專門採購禮物的部門，從德國、奧地利、中國廣東及澳門等地收集高檔品，尤其在新年或領導人誕辰前最為忙碌。在奧地利維也納，前採購人員金忠律曾負責管理幹部用高檔車，20年間多次赴歐洲採購，禮物的種類和價格因幹部級別而異。但是禮物政治有一個問題，就是將軍送的禮物一定是要越送越貴的，否則可能引發不滿。為此，將軍必須煞費苦心開原創會，39號辦公室就是在這種局勢下成立的。脫北的北韓金融部門前官員金光進揭示了北韓存在雙重經濟結構，分別是為國民服務的人民經濟和最高領導人自由支配的宮廷經濟。宮廷經濟獨立於國家金庫，由領導人個人管理，是金氏王朝的核心支柱。人民經濟基於社會主義計劃，
國民生產並通過配給獲得物資。然而，金正日為鞏固權力，將國家財源私有化，建立了宮廷經濟，吸取資金用於禮物政治及和導彈等軍事開發。39號辦公室負責金氏政權的宮廷經濟，它最初規模不大，經銷的商品僅限於優質蘑菇、金條和鋅。但隨着經銷商品不擇手段的擴大，毒品、武器走私、人力資源輸出、走私、保險詐騙等都加入其中。39號辦公室的勢力很快就壯大到壟斷朝鮮境內的外匯。金正日是辦公室的負責人，實際管理則由他的親信、妹夫張承澤等人負責。等到了三將軍時代，金正恩與他的老爹一樣，也需要用禮物政治來穩固統治，收攏民心。金正恩繼承了禮物政治，並將其升級，不僅贈送物品，還為幹部建造娛樂設施。三將軍上台後，平壤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市中心建起了科學家大街等高層公益建築，居住者都是為國家立下功績的精英。北韓電視台也經常會播報優秀勞動者夫婦受到表彰，並獲贈住宅和高檔品。據估計，其花費約為金正日時代的2倍，每年高達6億美元。由於剛上台時的權力基礎薄弱，所以金正恩必須分發更多禮物，否則會被認為不如父親。如此一來，金正恩就更要想方設法地獲取更多外匯，所以增加外匯收入成了金正恩上台後的重要任務。因為搞不到美元外匯，金家王朝就要垮了，也可以說金家被美元霸權妥妥地掐住了咽喉。那麼金將軍是怎麼賺取如此多的美元的呢？朝鮮半島北部的山區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如煤炭、鐵礦石、鎂礦和稀土等。在蘇聯老大哥還未解體之前，北韓開採的礦產資源主要都是運往蘇聯和東歐還有中國等共產陣營的國家，以換取經濟支援。隨着蘇聯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援助減少，朝鮮在198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面臨外匯短缺的壓力，促使其進一步擴大礦產出口。中國的改革開放為朝鮮提供了更大的市场，尤其是煤炭和鐵礦石出口到中國東北地區。這一時期，朝鮮還開始出口稀有金屬以及稀土元素，目標市場包括中國和部分東南亞國家。朝鮮的國有礦業企業，如三池淵礦業聯合企業，開始系統化運作以創匯。賣資源可以說是將軍最容易的一條創匯之路。巔峰時期，朝鮮礦產的出口額甚至能達到其出口總額的將近一半，把將軍腰包撐得鼓鼓的。但是自2006年北韓首次核試驗以來，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多項決議，逐步加強了對北韓的經濟制裁。同時對北韓進行嚴厲經濟制裁的還有美國、日本、歐盟和韓國。在最開始的經濟制裁中，只是涉及到对核武器研發相關的物資，還有包括将軍的邁巴赫在內的奢侈品的禁運。然而隨着北韓依然進行着数次核試驗與彈道導彈試驗，國際上對於北韓的經濟制裁也逐步升級，逐漸涵蓋武器禁運、貿易限制、金融封鎖、能源禁運、人員流動限制等多個方面，甚至還禁止朝鮮出口海鮮、紡織品、天然氣凝析液和液體。但是儘管聯合國制裁禁止其出口煤炭等礦物，北韓仍然通過偽造文件、船對船轉運、使用別國國旗等方式規避制裁。2019年，美國扣押朝鮮貨船至成號，即為煤炭走私案例。北韓不僅通過這種偷偷摸摸方式來海運煤炭等礦物，還用這種方式來進行武器貿易。澳門因監管寬鬆，吸引了合法與非法的資金流動。一位不願透露身份的前北朝鮮高官披露，澳門是武器交易的據點，出口对象包括亞洲的越南、緬甸、中東的伊朗、敘利亞以及非洲国家。武器交易每年最多帶來10億美元外匯，運輸時通過偽裝規避檢查。但隨着制裁力度加大，聯合國還委託的 NGO 組織全天候監控北朝鮮船只和飛機的動向，通過衛星數據和目的地申報核查可疑活動。2009年12月，一架注冊在格魯吉亞的伊爾716貨運飛機在泰國曼谷被攔截，機上載有35噸北韓制造的武器，包括火箭發射器、手榴彈和其他武器。
貨運清單偽造為石油鑽井設備。該飛機原計劃在斯里蘭卡加油，但因故緊急降落在曼谷。調查顯示，武器可能運往伊朗或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區。聯合國報告指出，這批武器是北韓為獲取外匯而進行的非法軍火貿易的一部分，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第187-4號決議。除了這種在無意中被逮個正着的，還有通過虛假申報將貨櫃一半裝武器，一半裝普通貨物的。2013年7月，朝鮮貨船青金號在巴拿馬運河被攔截，船上發現藏匿在20萬個宗膛帶下的武器，包括2架米格21戰鬥機、9枚導彈部件、15個飛機引擎、防空導彈系統以及小型武器彈藥等。貨運清單虛假申報為糖類和塑料袋，實際為從古巴運往朝鮮的軍事裝備。2016年8月，埃及當局在蘇伊士運河攔截了一艘懸掛柬埔寨旗幟、由朝鮮船員操作的貨船捷順號，發現船上藏在鐵礦石下的大量武器，包括約3萬枚 PG-7 火箭推進榴彈和其他彈藥，價值約2300萬美元。這樣一來，北韓靠偷偷摸摸的武器貿易創匯已難以持續。如今，北韓的武器偷運目的地又變成了俄烏戰場。2025年，需要北韓武器支援的普京與正愁沒地方賣軍火創匯的金正恩成了盟友。由美國和韓國情報機構報告，朝鮮通過海運和鐵路向俄羅斯運送了大量武器。朝鮮通過武器出口換取外匯、食品和能源。據韓國情報，出售數個集裝箱的炮彈可換取數十萬噸大米，緩解朝鮮的糧食危機。據估計，朝鮮自2023年以來通過武器銷售可能賺取17億至55億美元。為了給將軍創匯，北韓各行各業都在努力，還有發揮自己特長手藝活的。北韓境內到處都是革命雕像，光是大大小小的金日成與金正日的雕像少說就有2-3萬座。北韓憑借長期制作銅像的經驗，成功向非洲國家輸出革命銅像，賺取外匯。北韓的巨型雕塑主要集中在非洲，涉及至少18個國家，包括安哥拉、剛果、塞內加爾、津巴布韋等。最著名的就是2010年建成的坐落在塞內加爾的非洲復興紀念碑，這是非洲最高的雕塑，高52米，位於塞內加爾達喀爾，耗資約2700萬美元，由朝鮮萬壽台海外項目公司建造。塞內加爾以土地支付費用，朝鮮隨後將土地出售換取外匯。2016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2321號決議，首次將朝鮮的雕塑出口列入制裁清單，禁止其通過藝術品貿易創匯。這導致部分非洲國家減少與朝鮮的合作，如納米比亞就在2016年終止了合同。這些制裁導致金將軍口袋裡的外匯越來越少，剩下的大量外匯都是靠中俄的經濟援助，特別是來自中國的援助。朝鮮通過外交關係從中國等國獲取糧食、原油等無償援助或貸款。2023年，此類援助約7至8億美元，佔其外匯收入的1/3。可以說，中國成了金三胖的大金主，穩穩拿捏將軍的命脈。當然，各種各樣創匯的渠道還有很多，就比如，朝鮮擁有豐富的金礦資源，許多老百姓靠私採金礦為生。有脫北的北韓外交官在接受採訪時透露，由於制裁，黃金無法公開出售，朝鮮利用外交官的外交豁免權運輸黃金。朝鮮駐外使館還通過開設餐廳、租賃大使館等方式賺取外匯。在金正日時期，農村很多家庭還會養兔子，因為他們都有上繳兔皮的任務，兔皮會被國家出口以賺取外匯，供北韓高層官員使用。而官方則宣傳，為了應對美國的威脅，要用外匯購買武器。北韓還有一條不被制裁的合法創匯途徑，那就是開放旅遊，賺外國遊客的錢。中國是朝鮮旅遊業的最大市場。2014至2019年，中國遊客數量從約10萬增至35萬。2019年旅遊收入高達1.75億美元。遊客主要參觀平壤金日成廣場、萬壽台雕像、開成板門店、金剛山等地。少量來自歐洲和北美的遊客，每年約5000人，通過特定旅行社訪問朝鮮，並支付高昂費用，每人約500至1000美元，為朝鮮帶來高利潤。2019年，遊客達35萬，
收入約 1.75 億美元，占朝鮮服務行業收入的重要部分。但在2020年疫情爆发後，朝鮮率先緊閉國門，外國遊客收入骤降至零。2025年初短暫向西方遊客開放羅先經濟特區，但3月再次關閉邊境。據報道，這與北韓向俄羅斯派遣部隊和武器有關，北韓當局擔心外國遊客洩露信息。除了通過開放旅遊業賺取外匯這個穩定渠道，北韓還有另一個穩定的創匯來源，那就是輸出現代勞動奴隸賺取外匯。北韓向海外派遣勞工始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當時他們主要被派遣到蘇聯，他們會用勞動換回彩色電視等貴重物品。然而，進入90年代，隨着蘇聯解體和苦難行軍到來，金正日開始大量派遣勞工出國賺取外匯。北韓因為頻繁的核試驗與彈道導彈研究，被聯合國在2017年第237號制裁決議中禁止朝鮮國民在海外工作，限制外匯收入。但北韓仍通過偽造身份等各種方法規避制裁，派勞工前往海外創匯。根據聯合國安理會北韓制裁委員會報告，約有10萬朝鮮勞工被派往全球40多個國家，從事 IT、北韓餐飲、建築、醫療等行業。其中 IT 從業人員年薪約 2.5 億至6億美元，非 IT 從業人員年薪約5億美元。雖然北韓勞工們賺到的外匯很多，但是拿到他們手上的卻非常少，而且他們工作的環境極差，這些讓他們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奴隸。以中國為例，許多年輕女工在高中畢業後被派往吉林省、黑龍江省或丹東等地集體住宿，從事服裝製造或水產品加工等工作。他們每天需要勞動16個半小時，凌晨5點起床，出去吃飯洗漱，睡眠時間僅有5個小時，每月僅2天休息日，但若有大使館活動，休息日也會被取消，甚至還要參加思想教育或總結會議，幾乎沒有真正的休息時間。這就是朝鮮海外勞動者的日常。工資方面，在中國月薪約為2000至2500元人民幣，近年來部分地區漲至3000元。然而，國家上繳 40%， 公司運營費扣除 25%， 加上黨務費、保險費及500美元的出國預付費用，實際到手的工資僅為月薪的 10% 左右，還要自己負擔生活開支。在非洲剛果，情況更糟。從事建築行業的勞動者月薪僅150美元。50%被以生活費名義扣除，25%用於國家基金和簽證費，再加上黨務費、保險費及500美元出國費的償還，實際到手的工資僅剩 30%。新冠疫情期間，工資甚至完全被拖欠，勞動者為生存只得偷運建築材料進行黑市交易，導致工程質量低劣，引發承包商不滿，導致解僱和取消合同。在俄羅斯遠東地區，情況同樣非常糟糕，那裡氣溫低至-30度，甚至-40度，環境極其惡劣。然而，勞動者的食物只有米飯和白菜湯，有時甚至在沒有水的廁所裡吃飯。有暗訪者拍攝的視頻中顯示，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朝鮮勞動者宿舍簡陋不堪，木質床鋪粗糙，牆上掛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畫像，窗外是白雪皚皚的荒涼景象，寒冷刺骨。工地上，勞動者們在修繕建築物，忙碌之餘只能抽空抽根煙。他們的午餐僅僅是白菜湯和米飯，每人一個湯碗，內容千篇一律。晚餐稍有不同，偶爾會有一個煮雞蛋作為獎勵，但這已是他們一年到頭唯一的奢侈。這些勞動者在極端環境下辛苦工作，幾年下來，回國時最多能帶回幾千美元，甚至許多人連1000美元都拿不到。不要說這些普通的北韓現代奴隸了，曾在歐洲聯賽中被稱為朝鮮 C 羅的北韓足球運動員韓光成，他賺了50億韓元以上，但只拿到了200萬韓元的報酬。每個北韓普通人在將軍的眼裡都是一顆顆待割的韭菜，只不過這一顆肥一點而已。但儘管如此，他們也要出去工作，因為即使是如此被克扣，他們在海外賺的錢也比在朝鮮多得多，至少能養活家人。這些被派往海外的北韓勞工平時受到嚴密的管控，甚至連休息時間外出活動也受到限制，並受到北韓管理人員的監視和控制，
目的是防止他們過多的接觸外界，導致對將軍的忠誠出現動搖。海外工作不可避免的會讓這些人接觸到了外界信息，這些北韓勞工來到外面的世界後會感到耳目一新，也為他們體驗到中國和俄羅斯的生活條件遠優於朝鮮。雖然集體宿舍的工人幾乎被隔離，但有些個體承包商的工人每周只需上交一定費用就能自由活動。他們通常有2部手機，一部用於接工作，另一部是智能手機，用來看韓劇、聽韓國音樂。他們甚至會要求帶高容量 SD 卡，裡面裝滿韓劇和音樂視頻。這些外部世界的東西會被他們偷偷帶回北韓，他們在外面所經歷的也會被北韓的人所知曉。甚至有北韓勞工在國內沒有牽掛的話，會選擇逃跑，但大多數人都是有家人在北韓，因為怕連累家人，所以脫北的還是少數。雖然外界對將軍賺取外匯的途徑封鎖得越來越嚴，但是將軍的外匯不能斷。39號辦公室一直以來都通過許多見不得人的手段來為將軍賺取外匯。39號辦公室組織龐大，包括各種總局、指導局、貿易公司、銀行和企業，遍布北韓各地和海外。他們創辦許多普通企業，進行合資經營，參與經營外匯商店和海外朝鮮餐館，但這還不夠。39號室還進行毒品走私業務，生產和出口冰毒、海洛因和鴉片，涉及中國、日本和東南亞市場。在2003年，澳大利亞就截獲了價值2500萬美元的北韓海洛因運輸。根據美國众議院情報委員會2006年估計，總額約40億美元，年收入約3億至5億美元。在北韓造成大量吸毒者，造成惡劣的社会影響。實在沒有錢用，就直接印錢，生產高品質的假美元，被稱為超級美元。美國特勤局估計，自1989年以來，北韓已鑄造了4500萬美元的超級美元。他們聲稱，這些鈔票是在平壤商標印刷廠生產。有脫北者稱，偽鈔與真鈔的比例約為1:1。他表示，大多數外交官自己並不知道自己收到了假鈔，並聲稱可以直接從北韓代理人以50至70美元的價格購買一張100美元的鈔票，有時批量購買的價格甚至低至10至20美元。曾有数名北韓外交官因涉嫌使用偽鈔而被捕，但他們利用外交豁免權逃避指控。北韓不僅造假錢，還造假貨，生產假冒香煙如萬寶路和偽造藥物如西地那非等。2006年假煙年收益約8000萬至1.6億美元。北韓外交官也努力為將軍創匯，被指控走私犀牛角和象牙，涉及非洲國家，收益風險低但利潤高。朝鮮國民保險公司還通過在歐洲等地從事保險詐騙，2014年資產達7.87億英鎊。到了金正恩時代，開發了許多更高技術含量的創匯手段。金正恩還在暗地裡專門組建了北韓的黑客軍團，除了對目標國家發動網絡戰以外，北韓的黑客軍團為金三胖到處非法獲取外匯。近期最著名的案件就是2025年2月，朝鮮黑客組織拉薩路集團被指控攻擊Bybit交易所，竊取了價值約15億美元的加密貨幣，創下 Web3 領域最大損失記錄。朝鮮通過黑客攻擊竊取虛擬貨幣，2023年攻擊某區塊鏈遊戲平台，竊取約7億美元虛擬貨幣，創歷史最高紀錄。2017至2023年，網絡攻擊總收益約13.5億美元。2024年，朝鮮黑客共發動47次攻擊，盜竊價值13億美元的加密資產，佔全球加密貨幣盜竊總額的61%。黑客通常利用漏洞入侵交易所的冷錢包或多簽錢包，轉移資金到匿名地址，隨後通過混幣器或跨鏈技術清洗資金，使其難以追蹤。有專家分析表示，這個臭名昭著的黑客團隊幾乎每天24小時都在工作，他們每天只休息幾個小時，也可能輪班工作，把加密貨幣變成現金。在所有涉及加密貨幣的犯罪分子中，北韓最擅長洗錢。除了对加密貨幣交易所和平台進行攻擊，竊取大量數字貨幣，北韓的黑客軍團還有其他各種方法。朝鮮黑客曾通過攻擊國際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系統，試圖非法轉移巨額資金。2016年，朝鮮黑客入侵孟加拉銀行，
發出35條欺詐指令，試圖轉移近10億美元，最終成功轉走1.01億美元。朝鮮黑客還通過偽造身份滲透全球技術行業，獲取合法工作機會並竊取資金。黑客利用虛假身份和空殼公司進入科技公司或加密貨幣相關項目，竊取內部數據或直接轉移資產。通過社交工程學，如偽造簡歷、遠程工作欺詐等手段獲取信任，隨後實施內部攻擊或竊取敏感信息。朝鮮黑客還利用勒索軟件攻擊企業和機構，索要贖金以換取解鎖被加密的數據。這些贖金通常以加密貨幣支付，便於匿名轉移。北韓這個國家與外界的網絡幾乎隔絕，就像一個存在於遊戲規則之外的小偷。實施行動的黑客很難被追蹤定位，而且還是北韓政府支持的黑客行為。在北韓這種法外之地，就算知道黑客身份，也逮捕不了。這些黑客也根本不擔心非法獲取外匯造成的後果，這就讓北韓黑客軍團越發猖狂。當然，這種黑客創匯方式雖然能大發橫財，但是終究還是不穩定，也不是長久之計。2024年6月，普丁訪問北韓，與金正恩會面，這是普丁自2000年以來首次訪問北韓。最終雙方簽署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為金正恩開啟了創匯新局面。北韓不只把正愁沒地方賣的武器全賣給了俄羅斯，大賺一筆，還把國內多的沒處用的一大堆士兵拉到俄烏前線填炮坑領軍饷。2024年10月，北韓通過船運至少向俄羅斯東部調動了3000名士兵。根據韓國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北韓還派遣隸屬於最精銳特殊作戰部隊11軍團暴風軍團下屬4個旅的12000多名兵力。在2025年4月份俄朝雙方承認派兵事實後，在6月份邵伊古2度出訪北韓，並會見金正恩。金正恩決定派遣1000名工兵和5000人的軍事建築部隊參與協助庫爾斯克的排雷和重建工作。前前後後大約2萬名北韓士兵被派往俄烏前線。按照目前俄羅斯軍隊中的外國傭兵每月薪資為2000至3000美元，並可獲得2000美元的一次性入伍補助的標準來。因此，如果2萬名僱傭兵參戰，北韓每年的外匯收入估計將達到6億多美元。而如果是以盟軍的身份參戰，除了直接出兵費外，還要獲得包括後勤補給等間接出兵費，少說每年也有10億美元的外匯收入。有研究人士表示，北韓部署軍隊的另外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換取俄羅斯的軍事技術援助，這包括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相關的技術和物項等資本貨物、現代化常規武器系統的引進，以及由於對朝制裁，即使有資金也無法進口的各種設施、零部件和材料。這些都是朝鮮一直向俄羅斯索要的，以換取軍事援助和銷售，既能大大增加外匯收入，又能獲得俄羅斯的武器技術支持，這是一筆大生意。怪不得三胖在平壤迎接普京的時候搞那麼大陣仗，好吃好喝的招待，原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其實真正的羊還是北韓那些被派往俄烏前線的可憐士兵們，他們都是一些沒什麼背景的普通家庭的士兵，平時訓練水平還停留在上個世紀，对現代戰場陌生的他們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無人機作戰，就這樣到異國他鄉當了炮灰，被將軍換成了美元。將軍的外匯通過各種渠道源源不斷的進賬了，但是怎麼儲存和使用這些外匯是另一個棘手的問題。在一般的國家，普通人想買一輛邁巴赫，只需要通過銀行打款，然後提車就行了。但身為北韓太陽的金正恩卻沒這麼容易。首先是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條款中規定了，禁止對其進行一切奢侈品交易與運輸。華盛頓高級防務中心與紐約時報曾經調查過金正恩在國際制裁下是如何獲得邁巴赫的。他們使用包括航運記錄、船舶航行數據和衛星圖像在內的公開信息，得出了金將軍的愛車在複雜走私網絡中的路線圖。2018年6月14日，2輛梅賽德斯邁巴赫 S600 裝甲轎車在荷蘭的鹿特丹港裝船，然後經過海陸空数千公里的旅程，穿越6個國家，最終抵達朝鮮首都平壤。而在平壤，這樣的奔馳豪車的貨主顯然只會是一個人，那就是金正恩。不得不說，
給將軍送個貨可真是大費周章。而同樣困難的是，將軍的外匯如何才能花出去的問題。联合国通過多項決議对朝鮮實施金融制裁，這些制裁間接影響金正恩的外匯管理和資產控制，包括凍結資金、限制其與國際銀行系統聯繫。成員國需限制朝鮮外交官和使團持有的銀行賬戶數量等一系列措施。美國直接針對金正恩及其政權進行外匯凍結，並禁止或限制與朝鮮的交易活動，而且對提供規避措施的個人或實體進行制裁。歐盟、日本、韓國等國家也都有相應的制裁措施。這些措施旨在切斷朝鮮的外匯來源與外匯使用。面對世界各國對朝鮮外匯的圍堵，金氏政權有專門的機構負責為將軍解決這些棘手的問題，這個機構就是39號辦公室。39號辦公室由金日成於1970年代創立，最初為金正日的革命基金，位於平壤勞動黨總部大樓3樓，與負責情報的35號辦公室和合法金融的38號辦公室並列，統稱為第3層。該辦公室不僅負責有關金氏政權外匯資金的賺取，還負責將從海外賺取的外匯進行洗錢操作，並藏在世界各地的代理機構，規避國際制裁。根據美国中央情報局對2016年叛逃意大利的39辦公室前歐洲基金負責人金明哲的調查報告顯示，金正恩的革命資金大部分以美元現金形式存放在39辦公室和秘書辦公室的保險箱中。據稱，数百億美元資金透過外國人名賬戶分散管理，分散於澳門、香港等地銀行。39號辦公室在海外，尤其是中國、東南亞，設立了大量空殼公司，掩蓋資金來源和交易目的。還有通過外交包裹或使館運輸現金、黃金或其他高價值物品，利用外交豁免權規避檢查。在交易時通過中國、俄羅斯等國的中間商或公司進行交易，隱藏北韓的參與。例如，紡織品和礦產通過中國邊境偽裝為中國製造，甚至還有直接在公海進行或對貨交易，或進行資金轉移。關閉船舶自動識別系統以規避國際監測。39號辦公室不僅通過黑客活動竊取加密貨幣，而且還能利用這種新型手段繞過傳統銀行系統的限制，將從海外賺取的外匯洗白成可自由使用的資金。39號辦公室的作用如此重要，在金正日时代，張承澤是39號辦公室的一把手，因為金正日對他非常信任。有一種說法是，在金正恩上台後，張承澤因為39號辦公室的問題被處決。2008年，隨着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日健康狀況惡化，繼任者遴選程序正式啟動，金正日委員長成立了非常委員會，以協助繼任者国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金正恩的執政。該委員會以張承澤和金敬基為中心，並任命了各領域的專家提供支援。其中，幹部部長金平海被任命負責協助高級幹部的人事決策，總參謀長李英浩被任命負責提供軍事支持，總政治局局長崔龍海被任命負責防止政變。其中，張承澤是權力最大的人，這是因為張承澤在成為金正日主席的親信戰友之前，是金正日主席的妹夫，而且作為獨裁家族的一員，他深諳世襲政治的原理和奧秘，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何維持政權。金正日也把39號室的所謂革命資金庫交給張承澤保管。此外，他還建立了一個制度，只要張承澤要求，任何貿易組織或外匯賺取團體都直接歸他領導。因此，原本屬於金家政權的39號室的一些機構和成功的貿易公司都歸劃到了張承澤的行政部門名下，也就是說，張承澤掌握了金家政权的命脈。2012年，金正恩上台後逐漸發現，张承澤掌握了原本屬於金氏政權39號室的大量賺取外匯的公司，這讓金正恩感到威脅，於是處決了自己的姑父張承澤。張承澤被處決後，金正恩把掌控39號室的大權交給了他信任的胞妹金宇正負責，就像老爹金正日把財政大權交給自己的妹夫張承澤一樣。金正恩也把金氏政權的命脈牢牢把握在了自己人的手裡。